作为世界上销量最高的掌机 ，NDS 独具特色的硬件加上丰富饱满的游戏阵容，让其在对抗索尼黑科技 PSP 时，依旧能够在硬件差距极大的情况下碾压对手。那么也是时隔1年，三位今天终于又给大家来推荐 NDS 的优秀游戏了。本期视频点赞破300，那么下期的掌机游戏推荐就能够快速更新哦。今天的第一款游戏是一款引爆了业界的标杆作品，第一人称类型的代表游戏007黄金眼。作为 N64 中的经典神作，007用3X 手柄的类比摇杆教会了游戏界应该怎么操作第一人称射击游戏。而到了 NDS 上，它既没有足够丰富的按键数量，也没有体验舒适的类比摇杆，但是相对的，由于加入了触摸屏，使其可以靠着按键加上触屏的操作来进行游戏。不过考虑到可能很多人习惯于纯按键操作，用不惯触摸屏，所以游戏也贴心的准备了纯按键的操作模式，让游戏的整体体验相当贴近于双摇杆的操作。即便是 NDS 新人，肯定也能快速上手。画面上，游戏在 NDS 中有着相当不错的水准，精致的人物造型、流畅的动作以及不错的同屏敌人数量，为游戏营造出了相当紧张刺激的氛围。场景上，游戏有着非常细致的刻画，虽然多边形的数量不多，但是游戏的材质贴图以及掩体摆放的位置，都为平坦的场地做了一定程度的演示。在战斗环节中，玩家一般都可以通过小地图雷达提前知道敌人的位置进行预瞄。如果遇到数量众多的敌人，除了及时换枪输出以外，玩家更是可以利用场景中的诸如灭火器、油桶等互动道具来进行击杀与牵制。对于一款 NDS 的第一人称 FPS 来说，本作的体验已经相当优秀了。在操作模式上，游戏的2种操作模式的手感也有很大的区别。在触屏加上按键的模式下，左手使用十字键移动 L 射击，右手则是直接使用触控笔来进行视角转动、开镜、换枪及物品交互等操作。在全按键的操作模式下，虽然视角转动会有些生硬，但是无疑会更加容易上手。不过在进行换枪、场景互动之类的操作时，依然要使用触摸板来进行互动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按键。握持手感上，2种模式其实都还不错，但是基本玩久了，全都会出现手酸的情况。最重要的是，这款游戏在语音以及文本上都得到了全面汉化。假如你是詹姆斯邦德的粉丝，又或者是手里有 NDS 并且喜欢 FPS 的游戏玩家，那么这款007黄金眼一定会对你的胃口。接下来的这款游戏可以说是一部相当惊险刺激的恐怖游戏， NDS 中被玩家们口口相传的恐怖神作病房。画面上，游戏坚持在 NDS 中采用了写实风的场景，对于环境的塑造把控可以说是相当的扎实。漆黑的环境、极低的可见度，再加上由血迹形成的指引以及破败不堪的医院，这些场景都能让玩家从生理上感到不适。再配上游戏诡异恐怖的配乐，让这部作品光是看着就相当惊悚了。但是如果仅仅只是场景恐怖，那可就有点无聊了。游戏中过场演出的极高质量能给予玩家相当大的威慑力，很多时候都会在路的尽头给玩家一段怪物走过去的画面，迫使玩家在好奇心的驱动下前去查看。但是玩家同时又会由于过场动画中的描绘，心里肯定会产生极大的压迫感，从而最大程度的加强游戏的恐怖元素。怪物的造型也都是按照似人非人的形象去设计的，为的就是让玩家产生恐怖谷效应。但是碍于 NDS 的机能限制，模型和贴图的精度不高，所以这种感觉其实并不大。但是很多时候进入房间，迎面而来的幻影肯定还是会吓你一跳的。虽然游戏没有跳脸杀，但是利用视野死角藏怪的现象还是不少。不过好在这款游戏中，玩家是有着反击能力的，在枪械弹药以及血量补给都十分充足的情况下，游戏的恐怖感也会等比例的下降。在剧情演出上，游戏在场景中四散的碎纸会帮助玩家们拼凑剧情，配上各种效果不错的过场动画，肯定能给予你相当深刻的印象。操作模式上，游戏仅支持触屏与按键混搭的操作模式，不过游戏为左撇子也设置了专门的操作空间，无论你的惯用手是哪只，都能获得不错的游戏体验。由于包含了 FPS 战斗，所以整体体验也与007差不太多。怪物的 AI 不高，近战也就是你一下我一下的换血对抗。游戏的优化做得不错，全程都相当流畅，基本感觉不到什么掉帧。特别是触摸板转动视角时，体验尤为丝滑，并且触摸板除了可以转动视角以外，看地图、交互以及回看剧情都需要用到触摸板操作。不过不用担心会割裂体验，因为游戏的每场战斗的持续时间都不算长，有足够的时间让玩家去规划下一轮的行程。假如你喜欢恐怖游戏，或者是乐于尝试这个系列，那么这部病房将会是你不能错过的神作。接下来的这款游戏可能是带了点我的个人感情，因为它是我第一款通关的火影漫改游戏《火影忍者最强忍者大集结4》。
相信大家从前应该都在4399中玩过一款叫做《死神 VS 火影》的乱斗游戏吧？其中火影的人物素材几乎全部是来自这款游戏。画面上，游戏是非常精致的像素风，包括人物、技能、场景在内的所有画面都用了不同密度的像素点阵组成。特别是人物上，虽然粗糙了一些，但是绝对都能让你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谁。场景的可玩性则是以高低差以及道具箱为主，个别场景中还会出现像是流沙这种的场景阻碍。这些特点让每个场景都可以衍生出很多打法。角色技能则是分为了2种，触碰类以及结印类。触碰类顾名思义，在释放技能的前摇结束后，角色就会向前冲，接触到敌方就算起手成功。后者则是前摇更大，但是结印前摇结束，无论敌人在哪都会被直接攻击。但是最有意思的还要数每个人物不同技能释放时的互动了。大部分技能在释放时都需要结出对应的印，然后推动查克拉才能释放，或者在结印以后向卷轴中画出血契约进行通灵，甚至是开和 NDS 进行硬件互动。诸如此类的各种有趣的释放模式，可以说是这款游戏中最大的玩点。每局战斗时，每个人物最多可以装备4个技能，装备的技能也可以是别的忍者的。在释放时，对应的忍者就会出现，并且释放技能辅助战斗。战斗方面，游戏则是支持最多4人的对战。在乱斗中积攒查克拉，然后出其不意的释放忍术，就是本作战斗中的主旋律了。其实也说不上特别有意思，但绝对能让粉丝满足。剧情则是从第7版抢铃铛开始，到鸣人佐助第1次终结谷大战结束。虽然是较为前期的剧情，但是在登场人物方面，游戏还是给足了诚意的。操作模式上就是非常平常的横版动作游戏布局。由于游戏中近战的手感普遍一般，并且在剧情中 AI 队友的智商也普遍不高，所以在打起来还是会稍稍有些难受的。释放忍术、小地图都是靠着触摸屏来进行了，只要点击对应忍术就会释放，不需要使用组合键等操作。对于新手来说还是相对友好的。不过游戏要想玩得开心，最好还是进行本地联机 ，PVP 对战才能最大程度的体现这款游戏的可玩性。本作的玩点更偏向于粉丝向，假如你是个火影迷，或者想要玩一些播片比较多的横版动作游戏，那么这款游戏我还是相当推荐的。接下来又是一款恐怖游戏，不过相较于病房的美式恐怖，这款由 SE 发行的 NDS 独占游戏则是用传统日式恐怖为玩家们带来震撼。它便是 NDS 中相当有名气的竖屏恐怖游戏《7日死》。游戏讲述了一个关于玩了就会死的诅咒游戏的故事。我们的主角要在7天的倒计时结束前调查一切的真相，了解事情的原委，并净化幕后的冤魂。在画面上，游戏采用了写实风，并且用竖屏的形式让2块屏幕一起显示游戏的内容，增大了玩家视野的同时，也增强了玩家的代入感。由于场景剧情偏向线性，所以更加节省机能，画面的观感也会比其他同类型的恐怖游戏要好上不少。对于场景音效以及 BGM 的运用，也都达到了相当唬人的水准。突然亮起来的电视机里一步一步走出来的鬼魂，加上玩家不快的速度以及操作的不便，从而带来了相当不错的无助感与压迫感。游戏会在现实与诅咒游戏2个视角中互相切换，二者相辅相成，构成了游戏的主线推进。我们可以通过诅咒游戏的进度来侧面看出主角身处的险境。SE 甚至还在游戏内内置了一个与 NDS 主页面一样的用于查看7天倒计时和诡异邮件的界面，让游戏能够带给玩家一种打破次元壁的恐怖感。操作上，游戏依然是采用了触屏加上按键的操作模式，玩家在现实的行动可以完全使用触屏进行，只需要对视角进行拖拽，然后按住或者双击屏幕的中心即可进行前进或者奔跑。但是主角的行动力就像是腿被打残了一样，并且本身也没有抵抗怪物的手段，所以行动模式也仅仅只是作为一个让玩家体验跳脸与惊吓的载体。由于游戏是 NDS 中少数采用了竖屏与横屏相互切换的游戏，为了兼顾2者，所以在2个模式下的操作都没有什么特别新颖的地方。整体无论是握持体验还是游戏的操作感，都属于那种非常普通的手感。游戏的故事文本量相当丰富，剧情演出的播片效果也同样很棒。假如你不喜欢那种有武器会破坏氛围的恐怖游戏，只想要来一点纯粹的令人细思极恐的感官刺激，那么这部《7日死》绝对会很适合你。本期最后一款游戏也是一款相当出名的作品，任天堂的独占音游《节奏天国》黄金版。关于《节奏天国》这个系列究竟有多么好玩，大家可以看我之前关于 3DS 节奏天国的评测。但就音游这个领域来说，节奏天国真的是相当特殊，把不同小游戏与音游的要素完美结合起来的同时，还能帮助音感不好的玩家锻炼感知力。NDS 上的这部黄金版也依旧有着非常丰富的游戏内容，
画面上，游戏采用了多种不同画风、不同玩法的小游戏，配上不同的节奏与简单的操作，极大的丰富了游戏的可玩性。每张大关卡最后的总结，更是能让你沉浸在这个由小游戏组成的音乐世界中。虽然游戏的整体体量不大，但是质量极高。丰富的小游戏与不同的玩法带来的极高的可重复游玩性，增强了游戏寿命的同时，也能让玩家玩得更加沉浸。相较于 3DS 与 GBA 的纯按键操作，NDS 版的纯触屏操作可以说是互动性与可玩性都要高得多。不过虽然在操作模式上采用了全触屏操作，但是操作的精度却没有任何的下滑。虽然每款小游戏的玩点都不同，但是基本都是可以通过点击或者滑动来进行判定的。不过由于每款游戏需要玩家对上的节奏以及行为都不一样，所以要想精通最终的混合大关，就必须把每关之前的小游戏全部精通。即便你音感不好，一路玩下来，这些小游戏一定能够帮你把音感重新培养起来。如果你有些音痴，想要克服自己的缺点，又或者想要玩到一款有趣且与众不同的音游，那么这部 NDS 的节奏天国黄金版一定值得你来体验一下。好的，那么以上便是本期 NDS 游戏推荐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这期视频有帮到你的话，就3连加关注支持一下吧，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。本期视频点赞破300，下期掌机游戏推荐就能快速更新哦。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是3位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